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1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0.18，收盘价是193.5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4.12，最低价是在189.4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并且也在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8447.63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继续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然后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这样的信息说明是股价要继续反弹的信号。那继续反弹，那现在的目标就是前高196。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啊，它是站上了193。那193，我们回顾一下，是1月25日这根红 K 的最高。那么它和接下来的这根绿 K 啊，形成的是一个止跌的K 线组合。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连续数个交易日股价的收盘价都是在这根红 K 的最高和最低之间。那在2月9日是首次突破了它的最高，也就是说确认了这个止跌的 K 线组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收盘价还站上了一个标志位，就是前面这两根蜻蜓线的最高。说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出现蜻蜓线啊，通常是变盘的 K 线，变盘的信息。对，那么股价日后收盘价只有站上他们的最高，那么才会确认股价会继续上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月9日的这个收盘价，它突破了这个重要的标志，并且成交量是量增，所以在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那上行的走势啊，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要突破前高196。实际上，在2月12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啊，也会到达这个位置。所以说啊，对于目前的股价，如果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如果能够在2月12日收盘价能够站上前高，也就是196，或者说是站上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将会有转为多头的可能，因为只要收盘价站上196，将会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然后呢会出现头高，同时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是会转为多头趋势的。对，所以目前我们会看到196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对于股价继续上行。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在对2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我们给了2个位置，一个是收盘在193，另外一个是收盘价在197。那第二个可能，或者说是另外一个可能，那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或者叫回档。我们也是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187，另外一个是在182。实际在2月9日收盘价是在193.57，出现了我们称作叫继续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啊，同时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对于2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6。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位置是对于目前股价是要突破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也是重要标志。当然重要标志就是强压力。好，那么196，第一个目标被站上之后，第二个目标依然是241。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继续上行，目前除了196是个强压力啊，那这个缺口也是压力，同时200关口也是在这个缺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缺口部分将是股价到达241之前的第一个压力。当然，如果缺口被回补之后，那之前的这个 K 线的最高都会成为压力。我们等待股价能够回补这个缺口之后，我们再来说。好，那么241被站上，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65，就是要瓦解这一波的这个叫做下行。对，当然如果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站上265呢，那我们说将会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其实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到达241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个强压力，就是我们之前数次提到过的这个特斯拉股价下行的这条最后一条趋势线，它是由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高点建立的。我们会看到之前有数次到达这个位置而出现折返向下。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延伸的说了一下。然后目前我们特别关注的是196和200关口。好，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的下行当然目前还是175，跌破它将会继续维持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当然，在到达175之前180，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依然会成为一个强支撑。好，那再向下，如果175被跌破，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52，然后是102，是下边的这个目标。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一个分析说明。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给出观察位哈。那对于2月12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依然是190，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关注的是对于2月9日盘中我们关注的是这根红色的蜻蜓线的最高，对的。那么到了2月12日，我们不变呢，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还是关注它的最高，而是我们关注这个小绿 K 线的最低是在189.49我们关注189.5，对。那么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就是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这个小绿 K 线最低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对，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189.5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对，好，我们再补充说明，那通常来讲就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收盘过前高，成交量增，一定是继续上行的，这是从K 线技术的规律总结出来的从 K 线技术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规律。对，那么我们会看到，目前虽然是成交量增，但它不是一个大幅的增量，而其实是一个量平。同时，这样的成交量我们会看到，相对之前的交易日，这个成交量是量缩的。对，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那么出现这样的小绿 K 线，如果后续股价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尤其如果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反转向下的。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小绿 K 线的最低？原因在这儿。好，那么下边的这个180的水平线呢，我们继续保留，因为180呢是我们在2月份当月都要关注的位置，所以我们保留它。好，那么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因为2月12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那在2024年2月5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叫做含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这根 K 线呢，我们会看到是在前一个周 K 线图生成的是这叫一把天剑线。那天剑线出现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的 K 线这是止跌的信号 K 线。那能否止跌成功呢？就是能否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呢？那么要看接下来一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它的最高。那我们会看到，在2月5日当周的这根 K 线它的收盘并没有站上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的最高。我们也会看到当周是出现是有含长长下影线。那这样一来，实际上说明下方是有支撑的，但是我们又会看到成交量是量缩。对，所以说这根虽然是含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但是成交量缩，收盘不过前高，所以目前的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依然是没有被确认的。对，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那如果股价我们说怎样才标志着它会继续上行呢？就是接下来一根 K 线的收盘价要站上这根含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的最高。对，要站上这根 K 线最高，那么我们说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但是如果出现一个低开盘，那么在这根 K 线的最高形成一个压力而不能突破，那么我们认为后续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下行的一个走势。那进一步的下行它一定是要跌破这个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75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当中的这个K 线信息的一个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个信息。好，那么我们
之前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的时候提到过，在当周2月5日当周收盘价上方会到达202，下方会到达165。那在实际上呢，它是收盘价在193附近。对，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对上方的，我们在周中关注的是这根天剑线的最高是196附近，那么当周的这根 K 线出现的是反弹，说能否继续反弹呢？我们现在再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认为啊，如果股价反弹，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收盘价，我们依然会把它确立在202附近。会收盘会在这个位置，也就是重新站上5均值。那如果出现下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新低的出现，然后收盘价会在180附近，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对的。然后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依然是196。我们看看，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周中我们要还是关注196。如果股价能够在196上方运行，我们认为会收高，对，否则将会下行。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好，那么回到日 K 线图，我们刚刚从周 K 线图说了，我们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全周要关注的是196。那么我们看看在周一开盘之后，这几个交易日是否能够在这196上方运行。如果是这样的，那股价在日 K 线图当中将会转为多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是在1月29日的收盘价192这个位置有5%的强反弹进场，获利的目标是198到199，然后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这个180。那到了2月9日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成交量是量增，同时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加仓的，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10%加仓，是收盘价。目前我们是夜盘的时间呢，现在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是193.51，那到周一盘前呢，如果也是在它附近的话呢，我们先定义在194，对，然后是10%加仓，那这样一来就有15%的仓位，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价应该我们测算应该是在193.33附近，然后加仓之后，对于这样的仓位，在2月12日，我们会给出因为还没有获利，对，那么我们叫做继续给出止损位，我们依然守180。好，那之前如果没有这个进场，那在这个2月9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可以5%进场做多，或者叫强反弹。对，那获利的目标就是在200关口附近。之前我们如果有5%仓位在这里有加仓的呢，那我们是要准备做多的。对，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是5%加仓，获利目标是200关口，然后呢，要守的止损的位置就是守这根小绿 K 线的最低，要守190附近。对，其实我们就是守5日均线值，2月12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这个地方。对，如果是初次建仓呢，那么
止损位是守5日均线值。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对于空头来说，目前当然它的目标就是175，那空头要守的位置，目前看就是196到上方的206，就是空头要守这个缺口，尤其是196。所以我们看到在2月12日开盘的时候，我们就如果是一个我们这样说，如果是一个高开盘呢，我们认为是很容易突破这个196的。对，好，那这个压力，这个位置压力是非常大的，对于多头来说。好，那么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96，这是强压力。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我们是这个缺口，从196到206。虽然它们是重合的，但是我们想把这两个压力位还是区分开，因为196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好，然后呢，接下来第三个压力位呢，我们愿意给出是218，也就是1月22日这根红 K 的最高。我们先给到这里，上方的压力。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9到190。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188到189。支撑也是比较宽的啊。好，那第三个支撑是180，第四个支撑是175。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反弹。那继续反弹，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2，上方最高会到达197，然后呢，收盘会收在195附近。那另外一个点位，也就是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199呢，那么最高能够到达201呢，也就是突破200关口呢，我们认为它的收盘价会收在199附近。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继续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出现横盘向下，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5，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到达188，然后收盘会收在190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